我为什么要做削骨？就是我想要脸变小。可是其实削骨并不是那么可以把很大的脸真的变小。其实削骨真正在做的是在去除。一心一意造就你的美丽。各位东芬好，我是谢东医师，今天来跟各位聊聊削骨，尤其我们来着重到底谁适合削骨。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哦，这样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削骨呢，各位都听过，有分上削跟下削。上削呢，就是指这个颧骨哈，我们要把这一个突出的地方把它折进去，把这一边变小。然后下削呢，主要是着重在这个下颚骨、下颚骨角这边要把它变得比较柔顺、角匀一点这种线条，这就是上削跟下削。至于哪一些人适合削骨呢？其实我们大家以前都有一个观念，就是我为什么要做削骨？就是我想要脸变小。可是其实削骨并不是那么可以把很大的脸真的变得很小，好像也没有那么梦幻。其实削骨真正在做的是在处理骨感，去除骨感。什么意思呢？就像我这里颧骨这里比较凸，脸都顺顺，可这一边就特别凸，这个骨感是适合削骨把它处理掉的。我这边下颚骨角这边特别的凸起来，明显。我一个小女生，可是这边就好明显了，像本垒板一样，这种骨感就是很适合用削骨来处理。所以削骨是在处理骨感，它对于脸的大小的变化，或许没有各位想象中神奇。教各位在家里如何自我检测自己有没有需要削骨。首先，大家可以站在一个镜子前面，然后我们先看正面哦。正面的时候，我们先看中脸的部分，用一根手指头去指看你觉得脸最宽的地方。如果你指的是这个位置，然后像我指最宽是这里哦，那这边是适合削骨的。那如果我指的是这个鬓角的位置，我觉得这边最宽，我不喜欢，哇，糟糕，这边呢其实是一个关节的位置。各位手压在这鬓角，然后嘴巴把它打开，各位有没有觉得有一个骨头在底下滑来滑去？哦，其实这一个是一个颞颌关节的地方，所以鬓角这一个宽度这边其实是没有办法变窄的。做上削骨真正能处理的是鬓角前面啊这一区，好像一个鸡蛋大小的这一区，才是我真正做上削的时候可以把它往内折的。哦，所以这个是如何判断需不需要做上削的一个方法。然后正面的话，我们现在看下半脸，用一根手指头去指最宽的地方，有可能是这里。如果是这个区域的话，软组织的话就是咬肌要处理。如果最宽的地方觉得是这边的话，那就是要针对嘴边肉来处理。这之前我们有谈过部分。那这个是软组织的部分哦。如果我已经咬肌也处理了，我嘴边肉也处理了，我还是觉得这边最宽，那这样的确可以考虑削骨，进阶到硬组织的部分。可是削骨呢，比较偏向是这个骨角外翻的时候，它把它削柔顺了，整个宽度它只能把这个骨头再磨薄一点点，所以它并不是可以无限制的，只要哇我已经动削骨，我就可以想要多小都多小，没有，这边只能去磨骨头，让它再进来一点点而已。所以这边的再变小的效果会比较有限一点点。那如果我觉得我正面最宽是在这个地方，不是嘴边肉，是在下方这里，因为有一些人的下颚骨会比较圆、比较钝，觉得这边就凸凸的，就是不喜欢。这倒是蛮适合削骨的，因为把这做一个长削骨以后，变成一个小 V 脸以后，这边改善有时候幅度也还蛮大的。所以我们现在谈完了正面，这边适合削骨，这边跟这边有可能是适合削骨的。那我们现在来看45度哦，我们一样先来谈上削的部分，不再局限这边，我们现在反而要看这一个区域。各位可以在镜子里面45度的时候去看我们这个眼眶骨跟我们的颧骨之间的落差。如果眼眶骨跟颧骨之间是柔顺的，那基本上是不适合削骨的，因为你其实就是没有骨感。可是如果眼眶骨跟这个颧骨这里比较凸出来一点点的，这个骨感的确也是我们在上削手术室要处理的部分。那45度要另外看下削的部分呢，如果这个角度特别的明显，尤其是女生哦，这有一个很方的这种感觉，这个也很适合削骨。好，所以各位现在能理解了，就是说我们真正削骨是要处理骨感，所以可以从正面的时候45度角的时候，哪一些地方呢是削骨处理的范围啊？这样大家就会知道，原来我可能可以适合上削或者是下削。
各位也有常常听说我这个骨头比较宽啊，我这个比较宽啊，也会有医师建议我可能打一些补脂也好啊，打一些玻尿酸啊、童颜针，让脸型更顺。好像这样也得到很好的结果。那到底我们面对这样的骨感的时候，是要用削骨减法的治疗呢，还是把它旁边凹陷的地方补起来，变成一个加法的治疗来改善呢？各位可以试着去分析，就是说，如果这个整体的脸型就是眯眯眼，你看这个脸型其实是漂亮的，它只是有时候骨感比较明显而已。那的确可以考虑用加法，就是用填充的补脂啊、补玻尿酸啊，去把凹陷的地方补得比较柔顺，骨头还是一样那么凸哦，可是让骨头凹陷这种落差感，因为补了玻尿酸或补脂以后，变得更柔顺了，这样的确也可以解决骨感的问题。可是如果这个人的脸型你眯眯眼就觉得哇，他这里好宽哦，他这下颌骨角好宽哦，那他就是真的宽，所以可能就不是那么适合再用填补凹陷的方法去改善那个柔顺感，因为我们去追高它了，哇，骨头比较宽了，我还一直去补更宽，让它更柔顺，可是整个人就会无限制的一直往横的发展，脸就会越来越宽，越来越圆，这就不太适合。所以简单讲，到底什么时候是要用削骨骨头去掉呢？什么时候补玻尿酸补脂，让凹陷改善，让整个线条更柔化？其实还是要看整个脸型，真的太宽了，还是以动骨头为优先。如果脸型其实不宽，只是骨感的话，有时候补一点点填充物，其实也可以得到一个还不错的效果。尤其动骨头的压力跟补填充物的压力，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其实就看各位脸型的，还有对于可以接受的程度，甚至对于自己对最后那个结果的要求程度，可以在这里面做个选择。那最后呢，削骨呢，其实会有一个很常见的大家不喜欢后续的一个变化，就是下垂。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很不喜欢我的颧骨，它好凸哦，可是不喜欢归不喜欢呢，它还是像一个架子一样，把我的组织撑在那边。下颚骨也是一样，把组织撑在那边。可是当我把骨头弄掉以后就像鸡去掉骨头就变成软软的鸡腿吗？有这种讲法？我先堵了。就很像帐篷一样，我们帐篷把里面那个骨架拿掉以后，帐篷会怎样？会摊下来。软组织也是一样啊，我骨头去掉了，组织是有机会会往下坠的。那到底往下坠的程度如何呢？其实就要看软组织本身的紧绷的程度。讲的有点现实的，如果我们的组织弹性越好，越年轻的话，或者是脸越消瘦的话，其实骨头不见了，下坠感就不会太强烈。可是反过来，如果像我这种肉饼脸啊，又有点年纪啊，组织又重重的，这种骨头不见，我的下坠感相对会比较严重。所以到底适不适合削骨，其实要跟你的组织弹性，还有你可不可能下坠的程度严不严重也有关系，也要一起判断。那当然，如果像我预期就会下垂的比较厉害，是不是我就不能削骨了？也不是，只是说我们可能要再配合一些加强的治疗。削骨以后就同时埋线啊，把它拉在比较高位的地方愈合啊，或者是更积极的削骨的时候就要同时或者是第二阶段的直接拉皮手术这个也是很常见，然后可以处理的一个方法，大概是这样。经过上面的解说，有没有对于哪一些人适合削骨？削骨到底在做什么？有没有更深入的了解呢？那我相信各位对于这个新的主题一定有很多想要知道的地方。我们之后呢也会针对上削啊跟下削它的手术方法、恢复期啊一些后遗症，再更深入的介绍。那今天如果各位有任何想要知道的上削或下削的方面的问题，欢迎底下留言，然后我们后续的影片呢，我们会把这一些大家想要知道的事情把它整理进去。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就欢迎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哦。这个地方一削，这个地方一削我再讲一下累哦。